心系天下，三星 W21 5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啊。之前呢，我们跟大家聊过很多非常贵的手机啊，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个大哥啊，就是三星的这台心系天下。今天这期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，看看这台售价19999的手机体验怎么样。小白不便宜 APP 双12年终聚会，9号开始狂欢4天，小米编织数据线新人9元包邮，旧新 iPhone 12 128G 到手价5999，更有品牌钟表、美妆潮鞋低至3折，满减和信任券还可叠加使用。包装方面呢，还是有这种比较浓的中国元素的，心系天下啊，4个汉字，而且呢，它做了一个这种印章式的处理，这个上面好像是那种玉玺扣上去的那种感觉，哇，里面是金色的内衬，说明书啊，不重要。改变未来 ，W21 5G 重新定义智能手机使用体验，解锁无限可能，乐享尖端科技与工艺。AKG 的这个有线耳机，我发现华为那个好像也是卖的也是非常非常贵，但是竟然都没送一个 TWS 耳机。我记得我在买第一代 Fold 的时候，我当时好像是花了将近2万块钱买的水货，但是那个机器里面是送了一个Bus 那个 TWS 的耳机。W21 尊享管家服务啊。礼宾车24小时接机，快速安检通道，为您节约宝贵时间。药客通专人办理登记手续，给您带来尊贵体验。下次我去机场了体验一下啊，这个是不是真的？哇，这应该是这个手机最干净、最漂亮的时刻。三星 W21 5G 心系天下第13代，哇，这个系列都出到第13代了，没想到啊！手机必须要插 SIM 卡才能激活，但是在它这个卡托上呢，并没有做这个方向的识别，所以说非常容易插反了啊！每次在这种开机做这种非常复杂设置的时候，我都特别怀念一个手机。顺便考一下大家，看你是不是资深机友啊？就是哪个品牌的手机它可以直接跳过所有的设置，然后新手机直接可以进入桌面，是哪个？估计这时候弹幕已经在飞了，不知道的我来告诉大家啊，它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了啊，就是 ZUK 啊，在之前的时候它是可以跳过所有的，然后直接进入。这个手机如果你要想看功能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评和体验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 Fold 2的那期视频，这一期就是一个简单开箱啊。这个金色呢，它是有一点点那种铜金色的感觉，这个 Fold 2整个的设计风格上呢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啊这个 W21这个金色呢，它是那种香槟金色，而且后背的这个背板啊这一侧呢，它也做了这种竖的这种拉条的处理，摸着更加有质感。但是年轻人看来觉得它有一点点年代感啊，就是比较老套的一种纹理。这个颜色呢，官方名字叫做熠灰金，对，星光熠熠的熠啊，后边有一个心系天下的这么一个 logo。在功能方面呢，跟 Fold 2呢也有一些差别啊，就是 Fold 2是单卡的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双卡的，更为了这种成功商务人士所准备的，是吧？你1张卡怎么能行呢？肯定得2张啊！整个这个图标 UI 上呢是没有进行重绘，就还是之前那一套，但是在壁纸方面做了一个这种金灰色的这样的一个翅膀，也非常的漂亮。每次你合盖的时候，心系天下就会出现。在 Fold 2那期视频中呢，我们也跟大家聊过，就是未来的手机是什么形态，大家谁也不知道。但是就目前来看，折叠屏起码是厂商们积极探索的一个方向啊，比如说，小米这边也有一些概念机，然后三星啊，还有华为啊，这2个都是走的比较前面的，而且也有很多曝光说苹果呢也在尝试这个折叠屏的这个手机，包括 OPPO 这个之前发的那个卷轴屏的那个手机，我个人觉得卷轴屏甚至要比这个折叠屏来的要更加的精巧一些，而且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啊，它也更像是一个传统的这个手机。距离 Fold 2这台机器发布到现在啊，已经有9个月的这个时间了。然后我在这段时间的出差啊、工作之中呢，也看到过1、2个吧，哎不对，应该有2、3个吧。这个野生的 Fold 2，就是不是那个数码测评爱好者，不是我们这个业内人士来使用，就是正常的，比如说在机场，然后在路上，然后我看到有人掏出来这个 Fold 2在用，确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。这种手机确实自带一种天生的吸睛感，就是你在任何场合把它掏出来，这个绝对是全场焦点啊。
之前呢，其实它会做一些 ID 方面的改变，但是这一次七夕天下的这一台呢，在外观 ID 方面呢，就把这个后背板做成了这种竖条纹的这种处理，然后后背的这个质感方面做的确实是非常不错，而且感觉就不用带壳了，直接拿着也不会滑，这个感觉还会稍微有一点点滑，但是它后背是这种磨砂质感的，更加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倾向。它这个竖条纹呢，确实显得年代感更强一些吧，这个也和它的这个受众是有关系的。确实，你很少见到有年轻人用 W 系列的这个手机。我家里这个亲戚啊，就是我舅舅这个有一台，当时是那种竖翻盖的，他就买过一次。这个横的确实是很能代表三星目前的最强技术吧。ID 方面还有一个小细节啊，就是它中间的这个转轴，就是这个棱的这个部分啊，做了一些这个几何面的这种切割。Fold 2的这个整个是一个圆弧形的，在质感方面，我更喜欢这种几何面的这种切割，看起来更加硬朗一些。三星呢在运用这块大屏上呢，更多的是各种多窗口多开，这是它的一个思路。而华为呢，它是采用了平行世界这个思路，然后 OPPO 这边呢，它是一个卷轴屏的设计，就是它需要的就是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软件适配才行。对于软件开发的这种压力是最大的。而三星还有就是华为的这种，你可能就好一些，因为华为那个就是你不用适配也可以，我就是平行世界就给你打开到2个屏幕上。而三星的这个我就是多窗口这个我也不用特别适配。在这个屏幕上呢，就确实需要适配一下这个外屏方面。在 Fold 1代的时候被大家最诟病的就是它外屏几乎不可用，实在是太小了，就看一个信息。在新一代的这个 W21上面这块屏幕跟 Fold 2一样，也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，这个屏幕也非常爽，尤其是你在刷微博的时候，这个长屏真的是特别爽。而且呢，这个机器呢，它是跟电信进行合作的，所以说开机之后呢，它内置了很多电信的这个应用，比如说什么天翼高清啊、云游戏啊、云电脑啊、VR 啊，整个这个机器的 ID 设计方面，只是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变，比较符合它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受众吧，确实岁数要更大一些，然后整个的这个配色啊，还有就是设计方面也要更加的成熟范儿一些吧。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 Fold 2这种设计，更年轻一些，是吧？我也问了一下啊，这个一些长辈，让他们看了一下这2台手机，40、50岁的人更加喜欢这种设计。这个金色还是挺好看的，这种香槟金，这个女生更加喜欢这种淡淡的这种金色。处理器方面呢，也是目前最强的这个骁龙的865 Plus。虽然说875已经发了但是因为这个机器它发的比较晚嘛，这个并没有上这个875。镜头方面呢，也是这种大3摄的设计，和这个 Fold 2呢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做什么改变。然后样张方面呢，我们也拍了一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总之这个机器呢，确实不太是我的受众，但是恰巧你实力雄厚是吧？我知道你正在看视频是吧？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受众了。大家把心系天下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用上这个手机你就有这种格局了你就心系天下了OK，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开箱Fold 2那期视频我们已经聊得非常详细了。它的这个整个手机呢，其实就是一个 Fold 2做的一些针对它这个年龄层做的一些改变，小的你可以2期视频结合看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期小开箱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如果想对折叠屏手机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的话，欢迎去看我们 Fold 2那期视频，或者说看一下 OPPO 的，看一下华为的那期视频。好了博物馆的你，我这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